大学毕业后，我贷款建了村里唯一的抽水站，8年只收基础电费，只为让乡亲们的果园在旱季不被旱死。结果却被贪心不足的大伯和农业公司举报，污蔑我偷电漏水，硬生生逼我交出管理权。我索性签了免责协议，拆走属于自己的核心电机，去市郊搞起了全自动化生态农庄。大旱之年，村民看着天价的智能水费单和满山枯死的果树，将我那好大伯活活按在泥地里。先前我刚把抽水泵的滤网清洗干净，大伯秦满仓就带着堂弟以及几个夹着公文包的陌生男人走进了泵房。大伯一进门，眉头就拧成了个疙瘩。这什么破机器，动静这么大？秦岩，你这水泵用了多少年了？效率低的要命，水流细的跟小孩尿气似的。你是不是故意卡着大家的水？王大娘刚挑着空桶过来排队，听到这话，马上把扁担放下了。咱们村地势高，这台泵能把水压上来就不容易了。8年了，我只收大家最基本的电费，忍忍吧，这就开闸放水。得了吧你！你说只收电费，那凭什么我家上个月交了60块？你敢说你没在里面动手脚？没偷着把水卖给隔壁村？你家那片果园在山顶最高处，水要压上去本来就很费电。账本全在墙上贴着，你自己不会看？我看不懂你那些假账，我就知道你黑了乡亲们的钱。大伙儿听我说，这是城里绿源农业的王经理，人家说了，只要把这破泵长交给他们公司统一管，立马给大家免费换成智能灌溉。周围挑水的大爷大娘们听见动静，全都围了过来。王经理清了清嗓子：各位乡亲，现在的农业讲究精准滴灌，你们这套老掉牙的设备早该淘汰了，交给我们，全部免费换新，大家在家用手机就能浇水。刚才还对我笑脸相迎的王大娘，听到免费换新这几个字，眼神躲闪了一下。其他村民也开始小声嘀咕：免费升级啊，那可太好了。是啊，秦眼这水泵确实太老了，有时候还停电。满仓在外面见过世面，肯定是为咱全村好，总不能坑咱们。我看着那些熟悉的脸，那些我半夜冒大雨去抢修线路，帮他们保住果树的乡亲们，看着他们的表情，从观望变成了期待，甚至看向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丝防备和嫌弃。我握着扳手的手慢慢凉了下来。第二天天还没亮，我还没起床，村里的大喇叭就响了。大伯秦满仓在广播里一本正经地喊全村人去大队部开会，主题是罢免秦眼，迎接现代化。我赶到大队部的时候，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大伯站在台阶上，手里拿着一沓打印好的材料。乡亲们，水是咱们村的命根子，不能让秦眼一个人攥着吸咱们的血。村长也背着手走过来。秦眼那个，大家的意思你也看到了，现在搞农业现代化这事儿你得顾全大局。而且你大伯说了，你不交钥匙，绿源公司就不敢进来，怕你从中捣乱。村长，这8年设备坏了，我自己掏钱买零件，水管漏了，我大冬天跳到冰水里修，我没拿过村里1分补贴。现在你们要赶我走？唉，时代变了嘛，人家有大公司的技术，你一个人瞎折腾啥？现在没事儿，你也别太犟了。我看着院子里几百号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句话，连昨天还在夸我修水泵辛苦的王大娘也把头扭到了一边。这地方我是彻底寒了心。我从兜里掏出一份昨晚连夜写好的自愿免责与资产分割书，拍在村长的桌上。行，钥匙我交。既然大家都觉得我贪污，觉得公司好，那就全在这上面签字按手印。从今天起，村里的供水跟我秦眼再没有半点关系。以后是旱是涝，水费是涨是降，各安天命。签就签，你别以为离了你，全村人就得渴死。他带头按了红手印，接着堂弟王大娘，全村人排着队，生怕晚一步就耽误了他们的免费智能升级，一个个急急忙忙签上了名字。看着那按满红手印的几页纸，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突然就碎了，变成了彻底的轻松。我收好协议，转身走向泵房，大伯和一群人像防贼一样跟在我后面。我打开泵房的门，拿起扳手，直接走到机房最深处。在所有人错愕的目光中，我把那台连着主泵的高压脉冲发电机组拆了下来。那是这套老水泵还能把水压上后山的唯一核心部件，是我当年花大价钱托人买回来的私人财产。可他们一直当它是个破电机，
堂弟一看急了，大声喊：“注意了，秦野要搞破坏，大家拦住他，别让他卷走村集体的财产！”几个村民马上上前堵住了门。我冷笑一声，从包里甩出当年买电机的发票和刚才的免责协议。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这电机是我私人花8万块钱买的，发票名字写得清清楚楚。刚才的协议上也写明了我要带走个人资产。你们要的厂房和管道，我连一颗螺丝钉都没动。全场一下子哑了火，大伯脸色铁青，但看着白纸黑字，硬是憋不出一句话。我把那台沾满油污的旧电机从泵房底座上卸下来的时候，已经满头大汗。这台电机虽然外表看着磕碰掉漆很严重，但懂行的人都知道，这是早期纯铜线圈的工业级大马力电机。当年为了把水从山沟里压上全村最高的那片果园，我跑了3个城市的二手设备市场，花了整整8万块钱才把它拉回来。这8年来，不管电压多不稳，不管抽水时间多长，这台老伙计从来没掉过链子。电机足足有200多斤重，我一个人搬不动，只能垫着木板往皮卡车的车厢里挪。粗糙的麻绳勒进了我的手掌心，汗水流到眼睛里，刺得生疼。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门外，泵房外的空地上围了不下几十号本村的乡亲，王大娘、王大爷，还有那些我曾经半夜冒雨帮他们抢修过浇地管道的熟面孔，全都站在那棵大老槐树的阴影底下，没有一个人上前帮我一把，甚至连一句客套的挽留都没有。他们全都捂着鼻子，像是怕沾上我身上的机油味，眼神里透着毫不掩饰的嫌弃和防备。这时候，堂弟秦磊举着手机，正对着我拍个不停。嘿呦，秦野，你可慢点挪，别把你那破铜烂铁闪了腰！大家看看啊，这就是咱们村以前的水霸王，拿个破工业电机糊弄了咱们8年，里面全是一股臭机油味。就这种机器抽上来的水，咱们的果树喝了能好吗？怪不得这几年咱们村的果子卖不上好价钱，根源全在这儿呢。就是啊，满仓说的对，那水里肯定有重金属，早该换了。我都嫌那破机器噪音大，吵得人中午睡不着觉，赶紧让他拉走，看着就碍眼。大伯秦满仓背着手，像个刚打了大胜仗的将军一样从人群里走出来。他今天特意穿了一件崭新的衬衫，口袋里鼓鼓囊囊的，隐约能看到几包华子的轮廓，那是绿源农业公司的人刚塞给他的推广辛苦费。行了，磊子，别拍了，哼，让他赶紧收拾滚蛋。秦岩啊，不是当大别的说你，你这人就是死脑筋，跟不上时代。人家绿源农业公司明天就拉城里的高级智能设备过来，那是全不锈钢的泵体，带多层深层过滤的。以后的水不仅比你这破机器抽出来的干净有营养，人家是大公司统一管理，连水费都比你那个所谓的成本价便宜1半。乡亲们，以后咱们村用的那就是城里人喝的纯净水标准，大家也不用自己大半夜来守着开关了，全都是手机一点自动浇地。这叫什么？这叫农业物联网。咱们村儿马上就要富起来了。村民们听大伯说的那么好，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眼睛里好像已经看到秋天果树上挂满了金元宝。有个年轻小伙子急不可耐地朝我皮卡车轮胎前面吐了口唾沫，催我快走，别耽误人家大公司的工程车进村。我拍了拍手上的铁锈，看着这群自以为聪明的人，心彻底凉透了。免酒协议白纸黑字都在村委会放着，以后你们发不发财，跟我秦岩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冷冷丢下这句话，拉开车门，一脚油门踩到底，把大伯和村民们的嘲笑声远远甩在后面。离开那个穷山沟后，我直接开车去了市郊。我知道我手里这台工业级老电机，别人看着是破铜烂铁，可要是在真正懂农业的人手里，那就是能救命的家伙。我在市郊转了整整3天，终于看中了一大片荒地，足足有上百亩。这块地租金便宜的离谱，原因就一个：旱。这里地下水位很深，普通的民用农用水泵根本抽不上水来，就算能抽上来，水量也少得可怜，根本不够浇100亩地。之前来承包的人都是因为搞不定水源，赔得血本无归，最后灰溜溜的走了，但我无所谓。我租下地后第一件事就是花钱找了钻井队打了一口深井，然后把那台沾满油污的传统老电机稳稳当当的安在了基座上。合上电闸的一瞬间，电机发出一阵低沉有力的轰鸣，像一头刚醒过来的猛兽。接着成年人胳膊那么粗的水柱从地下几十米深处猛地喷了出来，水源充足了，剩下的事就好办了。我靠这8年攒下的农业经验，加上大马力的灌溉，在这片便宜的红土地上种了高经济价值的有机车厘子和阳光玫瑰葡萄。我的日子就像按了快进键，一天天朝着大丰收稳稳地走。
而这时候的村里正沉浸在现代化的假热闹里。绿源公司拉来了一台外表很好看的新水泵，外面包着一层亮闪闪的不锈钢壳子，上面贴满了各种智能物联的彩色标签，还配了一个大号的液晶触摸屏，看着确实比我那台老电机器拍了不止100倍。大伯作为拉来投资的人，一下子成了村里的红人。绿源公司为了稳住他这个地头蛇，不光给了他一笔不少的回扣，还把村里铺管道的土建小货包给了他。那阵子大伯家风光得很，他每天夹着个小包在村里晃来晃去，俨然一副大包工头的架势。他拿着出卖全村命根子换来的钱，买了大量红砖和水泥，开始在村中心最显眼的地方给自己张罗着盖一栋带大露台的3层小洋楼。村民们扛着锄头，满心期待地看着地里新铺的黑色塑料细管子，那些管子用手一捏软塌塌的，管壁薄得跟纸似的。可在大伯嘴里，那叫航空级的高分子材料。大伙儿做着发财梦，以为不用自己操心，就能用上城里人那种又便宜又干净的高级水。可他们压根不知道，命运里那些看着免费的东西，早就偷偷标上了高昂的价码。美梦破灭，从第1个月交水费那天开始了。5月底正是果树开花做果的关键时候，蓄水量越来越大。绿源公司的收费员搬了张桌子，大大咧咧地坐在大队部的院子里，旁边还立了一款的2维码牌子。村民们注意了，请尽快到大队部缴纳本月水费，激活智能 IC 卡，以免影响正常灌溉。王大娘是头几个去的，她手里攥着几张皱巴巴的零钱，脸上还挂着占了便宜那种乐呵呵的笑。小伙子，我家在半山腰那片地，一共就2亩。以前秦岩管事的时候，我1个月满打满算也就交个12、13块钱的电费。你们满仓兄弟说了，这高级水比以前便宜1半。我今天先交10块钱的，够我交这个月了吧？收费的是个染了黄毛的年轻人，他头都不抬，嘴里嚼着口香糖，拿过王大娘的卡在机器上滴滴刷了一下，然后敲了几下键盘，机器里就吐出一张1米多长的单子。王春燕是吧？你家这个月的账单出来了，一共是248元，扫码还是现金？不交清的话，你的卡明天就停水了啊！王大娘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手里的那几张零票差点掉地上，她以为自己听错了，腿一软，差点站不稳。多少？240多！你这孩子是不是看错小数点了？你们这是抢钱啊！我统共才2亩地，交一次水要几百块。王大娘尖着嗓子一喊，排队的村民全被镇住了。黄毛翻了个大大的白眼，极其不耐烦地用笔检点着小票上密密麻麻的收费明细。大妈，你不识字也得讲点理吧？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你看看第1项，基础水费确实便宜啊，一灯才1块钱，比你们以前那个什么秦眼收的是便宜多了吧？但是咱们这是现代化智能管网，不能光算水钱。第2项，智能平台网络服务费每月30。第3项，PE 管道折旧及日常维护费每月80。第4项，因为你们村在山上，这是阶梯式加压电费分摊60。还有智能水表租金费、微量元素添加费，7七八八加起来就这个价。这还是咱们公司搞了惠农补贴的。嫌贵，嫌贵你当初别按印签字啊！嫌贵你别刷卡开拔，滚啊！水龙头长在你们自己地里，谁逼你用了？黄毛这番话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全村人脸上。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全村，所有人都懵了。以前我管的时候，电机是我买的，管子是我修的，我只按国家电网的标准收他们纯抽水用的电费，1分钱杂费都没要过。现在绿源公司来了，玩起了资本最拿手的拆分收费和隐形附加费那一套，把各种乱立名目的服务费全加进去，算下来交同样1亩地的成本翻了足足几十倍还不止。村里炸了锅，村民们都气坏了。那些平时为了几毛菜钱能在集市上跟人吵半天的农村妇女，这会儿心疼得跟滴血一样。几百号人闹哄哄地涌到村中心，把大伯秦满仓那栋还在盖的小洋楼围了个里3层外3层。秦满仓，你个该的，你出来把话说清楚！你不是说便宜1半吗？现在交地的钱比我们买大米的还贵，你是不是跟那个公司合伙骗我们钱？大伯秦满仓这时候正在2楼看他那个大露台，见底下人群激愤，赶紧整了整衣服，端着架子走出来。他心里其实也发虚，因为公司的收费套路他也是刚知道，但他拿了人家5万块的好处费，
现在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编。吵什么吵？一个个眼光怎么这么浅？人家这是省里下来的大公司，那不锈钢的水泵，那地里的管子，人家前期投了多少钱，不得收回成本吗？你们怎么光盯着眼前这点水费啊？你们要算大账，人家那水里是加了营养液的，经过了高科技过滤，这就叫投资。现在多花几百块水费，等秋天果子长得又大又亮，卖给城里的大超市，一斤多卖个3、5块钱，那点水费算个啥？早就几倍、10几倍赚回来了。你们要是因为心疼这点钱就不浇水，到时候果子结得像核桃那么小，那就是你们自己目光短浅。村民们被大伯这套半真半假的说辞给唬住了。大家虽然心里疼得不行，但看看地里已经铺好的管子，再想想已经签了字的合同，连退路都没有了。毕竟老水泵已经被我拉走，井口也被绿源公司封了，没办法，大伙只能咬碎牙往肚子里咽。为了省钱，村民们开始抠着过日子。本来该浇透的水，现在只敢开个10分钟，让地皮稍微湿一点就赶紧拔卡。原来10天浇一次，现在硬是拖到半个月甚至20天。果树不会骗人，水分跟不上，那些原本该水灵的叶子边上开始发黄干枯，枝头的小果子长到硬币那么大就不长了。整个村子笼罩在一股压抑又焦虑的气氛里，他们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今年能多下几场大雨，好省下那要命的天价水费。可他们根本不知道老天爷是不讲情面的。一场足以让全村倾家荡产的百年大旱正悄悄逼近。7月中旬，百年不遇的夏季大旱来了，整整45天，天上没掉一滴雨星子。村里那条原本用来洗衣服的小溪，早在半个月前就干得只剩龟裂的河床，连泥鳅都成了干尸。往年这个时候，正是果树做过要命的关键期，一天都离不开水。可今年，因为绿源公司那吸血鬼一样的阶梯收费，村民们谁也不敢敞开交。最先遭殃的是种在半山腰的王大娘家，她家那2亩全家人赖以生存的苹果树，叶子已经从边上开始发黄卷曲，用手轻轻一捏，直接碎成粉末渣子。枝头上那些本来该有核桃大的青色果子，现在干瘪的跟一层老树皮包着果核似的，轻轻一碰就扑扑簌簌往下掉。王大娘一屁股坐在滚烫的地头，拍着大腿放声大哭。完了，全完了！老天爷，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啊！这可是我老伴儿下半年的透析钱，是我孙子秋天去镇上读初中的学费呀！为了买化肥，我还欠着信用社2万块的贷款。再不浇水，这树要是旱死了，我们全家就只能去上吊了。王大娘的哭声像一个信号，彻底把全村人的心理防线击穿了。不知道谁在村头大喊了一声：管不了那么多了，就算倾家荡产交水费，也得先把树保住。几百户人家像疯了一样，全都往自家的果园里跑，大家红着眼睛，不管不顾地拿出那张曾经被他们当成高科技象征的智能 IC 卡，哆嗦着手贴在刷卡机上。刷卡声在各个干旱的山头响个不停，几百个阀门在同一时间被村民们急切地拧到最大。所有人都在眼巴巴地盯着地里那根黑色 PE 塑料细管，等着那昂贵的营养水流出来。可是水管里只传出几声沉闷的空气呼噜声，紧接着阀门口勉强吐出2口混着泥沙的黄泥水后，就彻底没动静了，连一滴水星子都挤不出来。怎么回事？水呢？我的卡里刚充了800块啊！我这边的管子怎么一点压力都没有，连个气都不出？村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扔下锄头，纷纷往山下的总泵房跑。还没跑到跟前，所有人就闻到一股极其刺鼻的焦糊味儿，那是电线绝缘皮彻底烧化后发出的恶心臭味儿。新建的漂亮泵房里，绿源公司那个外表光鲜亮丽的铝合金外壳水泵，此刻正发出极其沉闷的嗡嗡声，整个机身烫的人靠近都能感觉到热浪。以前我管事的时候，那台纯铜线圈的工业级老电机，马力足，扭矩大，就算全村几百亩地同时开阀门用水，它也能稳稳当当的把地下深层水硬压上山顶。可绿源公司为了压缩成本，榨取利润，弄来的这台所谓高科技水泵，根本就是一个功率严重虚标的劣质组装货。平时10几户人家轮流滴灌，它还能勉强应付，现在全村几百个阀门同时打开，管网内的压力瞬间掉光，这台劣质电机直接处于极端的超负荷抽水状态。快拉总闸！快切断电源！快切断电源！它要炸了！可一切都晚了，一声沉闷又剧烈的爆炸声从泵房内部传出，接着是一连串刺眼的蓝色电火花在黑烟中炸裂。
那台被大伯秦满仓吹上天的高级水泵彻底爆缸了，全村几百户人家的希望也同时被炸得粉碎。第二天一大早，绿源公司的区域总负责人王经理开着一辆崭新的黑色迈腾轿车，慢悠悠地进了村。他只是用锃亮的皮鞋尖随意踢了踢那堆烧成废铁的水泵残骸。大伯秦满仓像见了亲爹一样迎上去：“王经理，您可算来了！这机器昨天突然就炸了，一点水都抽不上来。您看，这大旱天的，果树实在等不起了，赶紧让公司派个工程队拉台新机器过来给咱们换上吧。”换机器？秦满仓，你脑子进水了吧？你们自己去看看说明书。公司在给你们办卡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这种精密设备绝对不能同时超负荷开启，这是严重的违规操作，属于人为恶意损坏。价值10几万的智能物联网设备，就这么被你们这群土老帽给毁了。现在还想让公司给你们免费换，你们以为这是做慈善呢？村民们一听这话，顿时炸了锅。啥叫我们弄坏的？大旱天大家都要浇水，以前秦眼那个破机器，几百家一起抽也没见坏过。明明是你们这机器是个假冒伪劣的便宜货。就是，我们交了那么多维护费，这浇水设备坏了，凭啥不给修？闭嘴！跟我讲法律是吧？行，那就按合同办事。设备是你们自己违规操作弄报废的。哼，想恢复供水，可以。第一，全村按户头把这台泵的折损赔偿费和新泵的采购安装费凑齐，一共30万。第二，为了防止你们再乱搞破坏，让公司受损失，下半年的预估水费、管网养护费和网络平台服务费一共20万，必须提前一次性预交到公司账户，一共50万。对公转账，款到换泵，少1分钱，你们就等着吧。满山的果熟变成劈柴烧火。50万，这个天文数字像一座看不见的大山，死死压在每个村民的胸口，让现场一下子陷入了死一般的安静。前几个月的天价水费已经把他们本来就不多的积蓄抽干了，现在买农药化肥的钱都还欠着商铺的账，别说50万，就是5万块，他们砸锅卖铁也凑不出来。王经理，你这哪是修水泵啊，你这是要我们的命啊！咱们当初签合同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呀，满仓兄弟可是保证过，说你们大公司有售后，设备坏了包修的。几个村民把目光投向秦满仓，秦满仓这时候也慌了神，他家的果园面积最大，没水一天就要损失成千上万，他顾不上脸面，一把拉住王经理的袖子。王经理，老王，咱们当初吃饭的你可不是这么说的。这设备是你明你为了吃差价买的便宜货，怎么能全赖在乡亲们头上？你这不是坑我吗？我坑你？王经理猛地甩开秦满仓的手，从公文包里抽出另一份带着鲜红手印的合同原件，直接摔在秦满仓脸上。大家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你们这位秦满仓当初为了拿公司给的10万块钱的推广回扣，主动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还在这份阴阳合同上签了字。合同第7条第3款写的明明白白，一旦村集体因违规操作造成设备损毁且无法支付赔偿金，绿源公司有权直接向担保人秦满仓追付。这句话一出，全场几百双原本充满绝望的眼睛瞬间死死盯住了秦满仓。秦满仓脸色惨白的像纸，浑身抖得跟筛糠似的。他当初只顾着拿那10万块钱的现金回扣去盖洋楼，连合同的具体条款都没看，就乐呵呵地按了手印。你血口喷人！我那是推广费，我根本没看懂什么叫连带担保。没看懂？白纸黑字加上你秦满仓的指纹，去法院跟法官说你没看懂吧。给你们3天时间凑齐这50万，3天后看不到钱，法务部的起诉书和法院的查封令就会准时送到你秦满仓的手上。王经理坐车走了，留下几百个愤怒到极点的村民死死把秦满仓父子围在中间。
秦满仓被全村人堵在家门口，骂了整整1天1夜。大伯秦满仓家那栋刚建起2层的红砖洋楼被村民们砸成了一片废墟。村民们在门外点起一堆篝火，撂下了最狠的话：秦满仓，3天之内，你要是交不出修水泵的50万，要是让全村人的果树旱死，我们就先一把火烧了你这破楼！被逼上绝路的堂弟秦磊躲在2楼，连窗户都不敢开。爸，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这帮种地的真是会打死我们的。咱们村没水，但秦眼那里有啊。我听去市里送菜的人说了，秦眼在石礁包的那片荒地，现在弄成了什么生态农庄。只要咱们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救急，这50万不就不用赔了吗？对，给萧炎打电话。我是他亲大伯，大断骨头连着筋，他不能看着大伯被人逼死啊！而此时此刻，远在市中心最顶级的酒店顶层宴会厅里，我正穿着一身合体的高定西装，站在灯火通明的水晶吊灯下。这里正在举办全省现代农业与供应链融合发展高峰论坛。作为市里扶持的标杆企业，我刚刚跟全国最大的生鲜连锁商超签了一份价值3000万的年度独家供货协议。我手里端着一杯香槟，正在跟对面的商超集团执行总裁聊天。就在这时，我口袋里的私人手机传来了震动。我端着酒杯，转身走进宴会厅外安静的 VIP 休息室，按下接听键。有事？村里出大事了，那个绿源公司的水泵炸了，现在断水2天了，全村的果树都要死绝了。乡亲们现在堵在咱们家门口。秦岩，你快带着你那台老电机回来救命吧！只要你回来把水抽上来，以前的事儿咱们一笔勾销，水费随你定。是啊，小眼，大伯知道错了，以前是大伯鬼迷心窍，被那个黑心公司骗了。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可是你大伯，你要是不回来，这帮人真的会把我活埋的。秦满仓、秦磊，你们是不是年纪大了，记性连狗都不如？离开村子那天，当着全村几百号人的面，那份自愿免责与资产分割书，是谁牵头按的红手印？你们当初骂我贪污，骂我赚黑心钱，为了拿那10万块钱的回扣，毫不犹豫地把我当垃圾一样扫地出门，转头去捧那个资本公司的臭脚。我走的时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从今往后，村里的供水跟我秦燕再无半点瓜葛。秦燕，你不能这么绝情，全村几百口人的命，你担得起吗？少拿乡亲们的命来绑架我。当初按手印的时候，他们哪一个犹豫过？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并把这张新卡再次拉进黑名单。随后推开大门，宴会厅里掌声雷动。那是商界名流们正在庆祝合作的达成。而在几十公里外那片干旱的大山里，村民们强行抓住秦满仓，逼着他按下了手印，被迫把他名下仅剩的果园和这栋被砸烂的房子全部抵押给了全村人作为赔偿。爸，我想到办法了，只要咱们半夜摸去秦眼的农庄，把那台老电机拆回来装上，明天一早全村人有了水，谁还会找咱们算账？说不定大家还得感谢咱们救了全村的命。秦磊这套歪理居然让绝望中的秦满仓看到了一丝荒谬的希望。他哆嗦着从内衣口袋里掏出最后几千块钱，塞进秦磊手里。磊子，你趁着后半夜他们打瞌睡，从后窗翻出去，去镇上找几个胆儿大的，无论如何把那台电机给我拉回来。当天凌晨2点，秦磊花重金在镇上雇了2个平时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开着一辆面包车，悄悄摸到了我位于市郊的天眼生态农庄外围。在他们想象里，农庄顶多就是围一圈铁丝网搭个看瓜的茅草棚，只要剪断铁丝网，把电机往车上一抬，神不知鬼不觉。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面对的早已不是一个传统的农村果园，而是一个高度现代化、资产过千万的农业科技企业。秦磊手里拿着大号液压剪，咔嚓咔嚓地剪断了农庄最外围的一处防护网，随后带着2个二流子直奔农庄中央那个独立的恒温水泵房。快，就是那台纯铜电机，我认得它的底座，给我把固定螺丝拆下来抬走。可就在其中一个二流子刚把扳手卡在电机的螺栓上那一瞬间，整个农庄上空整整16组高强度暗防探照灯同时亮了，刺眼的白光照得跟白天一样。
强光寺的秦磊等人直接惨叫出声，赶紧捂住眼睛。紧接着，最高级别的安防警报声划破了市郊安静的夜空，声音大得震耳朵。还没等秦磊他们从强光里回过神来，10几个穿着统一黑色制服的专业安保人员从四面八方把他们死死围住。老实点儿！秦磊吓得魂都快飞了，双腿一软，直接跪在满是泥水的草地上。短短15分钟后，秦磊就被警方带走了。临走前，我穿着一身真丝居家服，在秘书和安保队长的陪同下，不紧不慢地从办公楼里走出来。秦磊看到我，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不顾一切的歇斯底里大叫起来：“秦岩，你快跟他们解释啊！我是你哥，我就是来看看你的设备，我不算偷啊，咱们是一家人啊！”同志，我是天眼农业科技公司的法人秦岩，这是我们公司的法务人员，他将全权代表公司配合你们的调查。我身后的法务总监立刻走上前，把一份厚厚的硬盘和几份盖着红章的文件递给警官。同志你好，这是全视角的监控录像和设备资产评估报告。他们试图强行拆卸的这台高压脉冲电机，并不是普通的农机器，而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并申请了专利的核心动力部件。该系统的账面评估价值为40万元。这几个人破坏安防设施，携带专业作案工具强行拆卸，已经构成了典型的结伙入室盗窃未遂，并且因为涉案标志物属于企业核心资产，一旦拆卸，将导致我们上千亩的作物面临断水枯死的风险，潜在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万。这绝不是普通的治安案件，而是情节极其恶劣的重大刑事犯罪，涉及影响巨大，还意图干扰企业生产经营。有什么狡辩的话，之后慢慢说吧。进去。秦岩，你个绝情的家伙，你会遭报应的！秦磊被刑事拘留的消息，第二天一早就传回了村里。这个消息对于本来就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大伯秦满仓来说，简直像五雷轰顶。他为了凑钱请律师把儿子捞出来，更为了应付村民和绿源公司的双重逼债，只能把满山那些根本没长熟、连鸟都不吃的残次品苹果全部硬摘了下来，足足装了3大卡车，试图把这些垃圾拉到市里最大的生鲜批发市场去碰碰运气。在他那点可怜的认知里，城里人多，只要价钱压得足够低，总有贪便宜的散商愿意接手。可他根本不知道时代早就变了，更不知道这个生鲜批发市场最大的核心供货商就是被他亲手赶出村子的我。那天上午，江南生鲜市场人声鼎沸，秦满仓灰头土脸地站在交易大厅中央，正低三下四地拉着一个穿西装的超市采购经理，死死不撒手。刘经理，大老板，您就发发慈悲收了吧，这可是纯天然的山坡苹果，虽然今年因为天旱个头小了点儿，但价钱绝对便宜啊。我不按箱卖，我按斤称，3毛，不，2毛钱一斤。您随便给点钱，直接把车拉走都行。老头，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你拿我们全省最高端的生鲜市场当垃圾回收站呢？这种连猪都不吃的残次品，你也好意思往市场里拉？这要是摆上我们连锁超市的货架，我们超市的招牌还要不要了？周围路过的商贩和冷链车司机纷纷停下脚步，发出一阵哄笑和指指点点。就是啊，老头，想钱想疯了吧？也不过看看现在市场里认什么货啊！睁大你的眼睛看看，现在的高端市场要的是什么标准？秦满仓顺着刘经理的手指抬起头，巨大的屏幕上正在循环播放一部制作精良的企业宣传片。画面里，全自动化的喷淋系统在阳光下折射出彩虹，水肥一体化的管道精准地滋润着每一寸土壤，一串串饱满圆润的阳光玫瑰葡萄在高清镜头下散发着让人流口水的生命力。而在宣传片的末尾，屏幕上赫然浮现出几个烫金的大字：天眼农业科技集团创始人秦眼。秦满仓浑身一震，双腿发软。看到了吗？人家天眼农业送来的有机水果，那才叫抢手货，还没下树就被各大商上高价包圆了。你这3车破烂，倒贴运费白送都没人要。刘经理像赶苍蝇一样挥了挥手，转身准备离开。就在这时，刘经理突然换了一副极其恭敬又谄媚的笑脸，快步迎向易大厅上方那一圈透明玻璃长廊，那里是市场管理处专门为顶级大客户设立的 VIP 洽谈室。秦满仓呆呆地顺着刘经理跑去的方向望去，透过 VIP 洽谈室那面巨大的落地隔音玻璃，
他看到了几个西装革履的大老板正围坐在一张红木长桌旁，而在主位上的正是我。隔着吵闹喧嚣的交易大厅人群，秦满仓的目光和我对上了。我没有对他露出胜利者的微笑，也没有愤怒的指责，我只是用一种极其平静的眼神淡淡瞥了他一眼。那种眼神就像在看路边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尘。秦满仓的嘴唇剧烈地哆嗦起来，他突然双手死死捂住胸口，发出一声极其凄厉绝望的干嚎，随后双眼一翻，直接一屁股瘫坐在他那堆散发着酸腐气味的烂苹果里。秦满仓中风瘫痪了。绿源公司的法务团队赶来的时候，他还躺在破旧的家中。王经理带着催收团队和法院的传票再次堵在村口，地里的管网已经被他们挖走抵债，但这远远不够填平那所谓的50万违约金。这一次，王经理露出了资本最贪婪的獠牙，他拿出厚厚一沓土地流转抵押协议，逼着全村人签字。现金拿不出来，那就拿你们的果园承包权来抵债。签了字，这几百亩地以后就是我们绿源公司的了。你们要么滚出村子，要么留下来给我们公司当按天结算的临时工。几百个村民面如死灰，老人们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失去了土地，他们就等于丢了命根子。王大娘死死护着自家的土地证，哭得撕心裂肺。村长，咱们不能签啊！签了就真成无家可归的乞丐了。不能签，大不了这条老命不要了。乡亲们，跟我走，去市里去求秦岩。现在全天下只有他能救咱们的命。在彻底的绝望面前，尊严早已一文不值。几十个村民代表拼凑了最后一点路费，租了2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在刺骨的秋风里颠簸了3个小时，来到了我位于市郊的天野农业科技集团大门外。秦岩，秦老板，乡亲们来给你磕头了。当我的秘书在监控里看到这一幕，跑来向我汇报的时候，我正坐在会议室里看全省的农业气象报告。我走到落地窗前，低头看着大门外那群齐刷刷跪在柏油路上的村民，他们的额头抵着冰凉的地面，当初的贪心早就被现实的教训碾得粉碎。我披上风衣，带着法务总监和几名安保人员，推开气派的电动大门走了出去。看到我出来，村长站起来，老泪纵横。小野，我们知道错了，我们被秦满仓和那家黑心公司骗得倾家荡产，连地都要保不住了。你大人有大量，救救村子吧，哪怕让我们给你当牛做马，只要保住地就行啊。村长，当初你们按红手印逼我走的时候，我记得我说过，生杀祸福，各安天命。你们为了贪那点虚假的便宜，轻易把全村的命根子交给了骗子，不仅踩碎了我的心血，也踩碎了你们自己的退路。这苦果本来就该你们自己咽，但是那片土地上埋着我秦家的列祖列宗，埋着我父亲。我秦也可以不认秦满仓但我不能看着生我养我的村子被一帮打着科技幌子的资本骗子给吃干抹净。小野，你愿意管咱们？哼，我不是在做慈善，我是个商人。要我管，以后村里的一切规矩我说了算。张总，通知车队，带上所有的证据卷宗，跟我回村。今天我倒要看看，谁敢吞我秦野家乡的地。1个小时后，5辆黑色商务车带着一股不容抗拒的压迫感，浩浩荡荡开进了村委大院，直接把王经理的催收车队死死堵在里面。车门推开，我穿着笔挺的西装走下车，身后是2名西装革履的精英律师。王经理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认出了我这个省内农业圈的新贵，脸色变了变，但还是强装镇定地迎上来。哟，这不是天眼集团的秦总吗？您这是衣锦还乡啊。不过今天可是我们绿源公司依法收债的日子，您这是要干涉正常司法程序吗？哼，收债。张总，念给他听。根据省质量技术监管局的权威鉴定，贵公司推销给本村的这台所谓智能物联网水泵，
内部电机实为翻新的工业废弃电机，名牌功率虚标达300%，且未取得国家3C 强制安全认证。这是一台彻头彻尾的伪劣产品。你胡说，我们是有合同的。合同？我冷笑一声。鉴于贵公司使用伪劣产品进行虚假宣传，又签阴阳合同，并非法附加隐形收费，涉嫌重大商业欺诈，我们天眼集团已经正式代理全村村民向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我身后的法务总监补充道。我再补充一句，我的律师团队会把这场官司打到底，直到扒下你们公司最后一层皮，让你们的法人进去采谋入鸡。现在带着你的人滚出我的村子。王经理看着我身后严阵以待的律师团队，又看了看那些因为有了主心骨而重新握紧拳头的村民，知道这次踢到了真正的铁板。他一句话都没敢多说，带着催收团队灰溜溜地逃出了村子。整个村委大院爆发出雷鸣般的哭喊和欢呼，无数村民朝着我的方向深深鞠躬。这一次，他们眼里的感激没有半点杂质，赶走了绿源公司，只是解了村子的燃眉之急。要真正救活这片土地，还需要彻底的推倒重来。第二天，天眼集团的工程车队开进了村子，他们不仅拉来了全新的、符合最高标准的大口径灌溉管网，更带回了当年被我拉走的那台传统老电机。只不过经过我农庄技术团队的升级，它现在已经加装了真正的变频控制系统。伴随着老电机沉稳有力的轰鸣声，水再次沿着全新的管网喷涌而出。浇灌在干裂的果园里时，全村人站在地头，任由水花溅在脸上，哭得像个孩子。但这水不再是免费的午餐，水通了，但过去的规矩必须改。以前那种我出钱出力，你们坐享其成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有了。从今天起，天眼集团将全面接管村里的水利设施，水费按市价最低成本收取，1分不多，1分不少。同时，只要你们愿意，可以全部迁入我的生态供应链。我提供免费的技术指导和优质种苗，要求只有一个，必须严格按照天眼的无公害标准种植，绝对不允许私用违禁农药化肥。只要你们种得出好东西，秋天天眼集团按高于市场价20%的价格，全部兜顶收购。谁要是偷奸瓦滑，毁了村里的信誉，立刻剔除合作名单，永不录用。没有施舍，只有合作；没有溺爱，只有规则。这才是对他们最真正的尊重，也是最长久的救赎。村长颤抖着双手，第一个在合作协议上郑重地签下了名字，按下了红手印。小眼，咱们全村人的命都是你给的，以后全村上下，你指哪儿，咱们打哪儿。谁要是再敢有二心，我亲自砸断他的腿。几百号村民排着长队，没有争抢，没有抱怨，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敬畏、感恩和对新生活的希望。那一天，红色的手印盖满了协议，也盖下了一个村庄重生的契约。3年后，那场百年不遇的大旱早已成为过去。曾经那个死气沉沉、差一点被资本吃干抹净的穷山沟，如今已经大变样，漫山遍野的荒地和死树被全部清理，取而代之的是天眼集团统一规划的标准化梯田果园。春天一到，漫山的桃花和梨花像云霞一样绚烂。到了秋天，挂满枝头的极品果实散发着醉人的甜香。因为搭上了天眼集团的高端冷链物流，村里的果子直接进入了全国各大城市的高级商超，村民们的收入比过去翻了整整5倍。那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纷纷回流，家家户户翻盖了新房，买了小汽车。村里每天都回荡着欢声笑语，而在村口那座经过重新扩建、气派非凡的现代化水泵房前，村民们自发凑钱立了一块高高的青石碑，上面没有歌功颂德的废话，只刻着8个大字：饮水思源，立信立心。这是一个村庄刻在骨子里的忏悔，也是对我最大的敬意。初秋的一个傍晚，我亲自开着车回村视察今年的果品采摘情况。车子刚开进村口，就被热情的乡亲们围住了。王大娘硬是把一篮子刚摘下来的个头最大最红的苹果塞进我的后备箱，眼眶红红的拉着我的手：“秦总，尝尝，今年的果子可甜了。没有你，我们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啊！”我微笑着接过苹果，和乡亲们熟络地打着招呼，感受着这份久违的乡情。然而在路过村尾一处破败不堪的红砖废墟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轮廓，那是大伯秦满仓。他坐在一辆生锈的破轮椅上，浑身脏兮兮的，手里端着一个豁了口的破碗，婶婶跑了。秦磊还在监狱里服刑，他中风瘫痪后，靠着村里每个月施舍的一点低保，勉强饿不死。
他歪着嘴，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欢天喜地的热闹景象。他曾经为了10万块钱，试图把全村推入深渊。如今全村都在我的带领下走向了共同富裕，唯独他永远被隔离在这份繁华与幸福之外。这就是对他最残酷也是最公正的报应。我没有停留，一脚油门，车子平稳地驶过了那片废墟。车窗外漫山的果香随着晚风扑面而来，看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我的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充实。真正的强者不是在泥潭里把恶人踩死，而是抽身而出，制定新的规则，用绝对的实力碾碎谎言，用宽广的格局重塑一片土地的灵魂。这片结满硕果的土地终究迎来了属于他的坦途，而我也在这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中走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